只要您学会做这道黑豆猪尾巴排骨汤，您就是家里面最受欢迎的大厨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阿斗。这是一款简单好喝、营养全面、特别滋补的食疗汤，在中国的南方，尤其是广东地区，不仅特别流行，还特别有名。许多人听说这个汤都会会心一笑。男人在外面辛苦打拼，加班熬夜身体虚，腰膝发软要补肾，这个汤正好适合他们喝。女人每天辛苦操劳，失眠头晕易激动，骨质疏松老得快，不如试一试这个滋补汤。小朋友们辛苦学习，智力发育很重要，营养全面长得高，也可以经常煮给他们喝。首先准备50克的黑豆，黑豆有豆中之王的美誉，蛋白质含量为 36%， 易于消化吸收，脂肪含量为 16%， 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，有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作用。黑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蛋黄素以及黑色素等物质，还含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，所以常吃黑豆身体好。加入清水，充分的清洗干净后，用温水泡发3个小时，把黑豆泡软，方便下一步的烹饪。接下来准备一根猪尾巴，大约200克。猪尾巴在民间可是好东西，物以稀为贵，经常买不到。我这一根还是提前预定的。猪尾巴有补肾的作用，益骨髓的功能，能够改善腰酸背痛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同时具有美容养颜、抗衰老的作用。用喷火枪烧去猪毛，如果没有喷火枪，也可以用炉子去烧，就是要注意安全。烧一下可以去除多余的猪毛，破坏猪的毛囊，去除毛腥味。全部处理完成后，用一个新买的干丝球把烧焦的部分刷洗干净。清洗完成后，用刀剁成小段。这个猪尾巴太短了，只能剁成7节。剁好的猪尾巴我们放在一个盘中备用。仅仅一根猪尾巴是不够的，这里还准备了200克的猪排骨，这样搭配营养更全面，味道更好。我们把排骨放入大盆里面，加入1勺面粉，先用手干抓一下，尽量让每一块排骨表面都包裹上面粉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温水，用手把排骨抓洗干净，然后静置10分钟，泡出排骨的一部分血水。10分钟后，我们把排骨再次清洗一遍，然后沥水备用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多一点的冷水，排骨和猪尾巴冷水下锅，加入小葱段、生姜片和1勺料酒，开小火开始焯水。在煮沸的过程中，就会慢慢的逼出排骨和猪尾巴内部的血水和杂质，从而形成浮沫。水开后，用勺子撇去浮沫，然后我们用漏勺把排骨和猪尾巴捞出来，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里面，然后加温水清洗干净。清洗完成后，我们沥水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煲汤的其余材料，它们看上去很平常，其实它们都是中药。芡实15克，它是睡莲科植物芡的干燥成熟种子，具有益肾固精、补脾止泻、除湿止带之功效。核桃仁15克，它是胡桃科植物胡桃的种子，功能主治温补肺肾、定喘润肠。莲子10克，它是睡莲科植物莲的干燥成熟种子，具有补脾止泻、止带、益肾摄精、养心安神之功效。陈皮2克，它是芸香科植物菊以及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，用于脘腹胀满、食少吐泻、咳嗽痰多。干红枣6个，它具有养胃、健脾、益血、滋补、强身之功效，用来煮汤可以增加回甜味。枸杞10克，为茄科植物枸杞的成熟果实，具有益精明目、滋补肝肾的功效。前面4种放入一个大碗里面，用清水简单清洗一下，去除表面的浮尘即可，然后沥水备用。干红枣和枸杞我们分开清洗，单独放在小碟子里面，因为它们加入的时间不一样。这些食材属于老少皆宜、纯天然的食物，都非常的温和，几乎没有一丝药材的味道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安全的食用，慢慢的滋补身体。最后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，改刀切成生姜片，这样全部食材就准备完成了。详细的配方表我会以文字的形式放在视频的最后。在广东，为了增强壮阳补肾的效果，很多人还会添加1-2种中药材，例如杜仲、牛大利、黑枣、巴鸡等。如果加了以上这些，药效就非常猛了，就不再适合小朋友和女性朋友们喝了，就变成男人专属的大补汤了。
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，这里最好用颜色和味道比较淡的花生油、玉米油等。油热后，我们下入生姜片煸炒一下，等炒出香味后，再把沥干水分的排骨和猪尾巴也倒进来，也煸炒一下，把它们炒干炒香，炒出多余的水分。把排骨和猪尾巴炒一下，炖出的汤味道更醇厚，也会更浓一点。如果不炒，直接用清水炖也是可以的。这种方法炖出的汤，汤色就会比较清澈一点。这是两种风格，看您更喜欢哪一种。等把排骨和猪尾巴炒到表面微微焦黄，能够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味，就说明炒好了。我们就可以加入多一点的开水了。这里特别强调，一定是加开水，可千万别加冷水，以免热胀冷缩导致排骨和猪尾巴肉质发柴。开水我们要尽量一次性加够，因为这个汤我们要煲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。等汤煮开后，我们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15分钟，让汤汁变得奶白浓稠。肯定有人要问了，待会不是要加黑豆吗？加了汤就黑了，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其实呢，大火能加速油脂的乳化，让猪尾巴和排骨吸出更多的脂肪，煮出的汤会更浓稠，影响的不仅仅是颜色，更重要的是口感。当然了，仅仅是大火煮肯定是不够的，煲汤必定还需要用砂锅小火慢炖，汤才会变得更香。接下来我们把汤和食材转移到一个大砂锅里面，如果您发现汤不够，这个时候还可以补充一点开水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以后绝对不能加水了。然后就可以加入芡实、干莲子、陈皮和核桃仁了，再把黑豆也放进来。水开后，我们盖上盖子，调成最小火，继续煲1个小时。砂锅通体浑厚，受热均匀，会形成内循环，食物很难糊底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把红枣也放进去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继续煲15分钟的时间。好了，1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，就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一点盐调味了，其他任何调味品都不用加了。加完盐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倒入全部的枸杞，余温会让砂锅继续沸腾几分钟，刚好把枸杞焖熟，又不会损失枸杞的营养。枸杞一定不能久煮，特别是枸杞中对人体有益的枸杞多糖、甜肽碱等，久煮就会分解，一旦枸杞吃起来发酸，就说明营养损失严重。这样一道老少皆宜的黑豆猪尾巴排骨汤就完成了。看上去有些黑乎乎的，十分不起眼，其实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，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，汤的味道特别的醇厚，不加一粒味精都鲜美无比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喝，喝过一次就会忘不了。除了喝汤之外，里面的食物也不要浪费了，都可以全部吃掉。这个汤的滋补效果非常的温和，多喝几次就会有明显的效果，您还不赶紧去试试吧。最后是详细的配方，方便您截图保存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转发给更多的人。